大家好，我是胖哥。今天小杜一大早就把我喊起来，好嘛？看到那个门面转让，就想把它拿来开个店儿。我都跟他说，先不要着急。旁边那个是东西的。啊？旁边那个是东西。啊，看嘛，就是那一间。 租好多钱了一年呢？3万5啊！它是楼上楼下啊，大概有好大面积？100多个平方啊，比没少哎，少点不多哈。那我商量下哈，商量我再给你打电话啊。好，要得。好，好。3万5。在那个位置3万5太贵了吧？还有100个平方。它是楼上楼下一下的，它其实下面只有可能40-50个平方。贵不贵？贵啊！平均一天要92块，就将近100块钱。他给你吼那个高，你肯定要讲。3万2了，他说最低3万2的。他说3万2就3万2了。哎，他可以少点，估计可能谈的话3万块钱。走，回去弄饭。大妹一会儿要放学了。租下来都是要钱的。哎，钥匙。依我说啊，要投资小还是只有摆地摊儿。要投资小还是要摆地摊儿啊？事情做完了吗？啊，你拿围裙都不围还呀？哎，我不想围围裙儿。那么去年洗衣服我也不愿意围围裙儿。你衣服又不要你洗，说的话轻巧。啊，衣服要你洗哦。 难道是你洗的哦？那衣服是洗衣机洗的好吧？围裙围起有种束缚感。哎，我觉得我的衣服才是有愿你我这样上把给放纵爱自由。这个我买一个羽绒背心的，我觉得衣服才是。哎呀，冷穿起有啥子关系嘛？就是做生意还是不容易哟，门面都要3-4万。你以为？我跟你说的那边几万，你不相信？你还说万把块钱租下来？那里买好多行人呢，都是学生多哎。是嘛？但是。学生，而且你有一个暑假一个寒假，你还没得住头。就是说啊。 你是进点货，还装修哈，起码至少要4万。我觉得回来才几个月嘛，2个多月，把有些东西还是摸清楚了来，慌啥子慌，是。要说好饭不怕晚。你今天去那个嘛，还唱认识。 有一次你去然后出来，有一次，那是要接我的伤疤。别噻，别在我脸上。那个木耳好吓人。那个木耳好吓人。看嘛，咱们接着另一手。 哪个要吃木耳的？啊？你们那里有没？你不信你看，妈儿大妹回来我说喜欢吃的，我们都不要说嘛，我们都不吭声，要对我有信心。
他就是喜欢有创意，他就是觉得我们平时做的都太一般了，你搞个不一般的，他就是喜欢。不一般，我那个就不一般。本来那个是切片的，你把它切成壳壳，他是觉得不一般。说别个现在做学生的生意，晓得嘛？这是要另类，非常另类。哎，他还没回来。吃饭。今天菜有点丰富啊。今天喂一个秘密武器，不晓得你能不能发现？我们是不是炒的菜不好吃啊？那你为啥子老是喜欢在外头买东西吃？看到了我馋。啊？看到了他都馋，听没听到嘛？叫你搞那个蜜雪冰城的加盟店，但是那它已经过季了呀。冷饮都是夏天了嘛。很有热饮啊。他们现在都很喜欢喝奶茶。赚学生的钱我觉得呀，赚学生的钱确实要赚，但是我总觉得有点于心不忍了。不是于心不忍，我觉得光是奶茶的话，对啊，还可以弄烤串呢。不，我说，如果光是奶茶和烤串的话，我情愿用推车。你晓不晓得在冬天，你们放学的时候都很冷，是不是？然后都能喝到一杯热奶茶了，是一件多舒服的事情。我们只卖3块钱一杯。算了吧。现冲了，对吧？加珍珠或者是加啥子再加1块钱。没人去买的。为啥子？越贵越能买啊。哦，而且我是货真价实的东西呀，看到起冲啊。那就是你不，你就属于那种小摊贩的心理，晓得吧？你就想的少赚点儿，薄利多销。其实你错了，你要用饥饿营销，就像卖手机一样。我明明仓库里面有很多库存手机，我就是卖，我就是没得货了。卖房子也是啊，我明明房子着急忙慌的在屋头，个人阴了，着急婚了哈，卖不脱，我就是没得房子卖，我一天只拿几套出来卖，晓得吧？而且你发现没有，别个卖房子都是先卖不好的，把那种楼层不好啊、户型不好啊的房子先卖了，懂了？说妈妈还是不适合做生意，我后头想一想，先不要着急，我先要考虑清楚啊。你现在干的，你想好忙嘛？你先把你那个工作做好，把视频传好，都有收入，做顺了过后，我去找份事情先做到哈，先把那个当地的一些东西、人文啊，方方面面就了解清楚、搞清楚了来。哎，你出门两眼一睁，个人认不到，还想去做点事情，现在啥子都靠人美，是吧？我觉得我们把饭吃了过后，早上那点时间和下午那点时间，把所有的街啊都走一遍，走一走，转一转，做点熟人，坐一坐，聊一聊，哪怕是摆点闲龙门阵，人不能固步自封，不要像那个古时候的秀才一样，大门一关，两耳不闻窗外事，安心的读书，那不得行，晓得吧？现在咋的？现在是信息时代，你看那现在信息传播快，对吧？我觉得还不如弄点腊肉嘞，找些农夫收点腊肉。你看我那儿在外头一个的时候，要是吃一块腊肉，我吃的并不是腊肉，你晓得吗？我吃的是浓浓的乡愁，因为吃那个腊肉，闻那个味道，我就让我想起，是吧？以前小时候在屋头的很多场景，就脑子里面就像放电影一样，一幕一幕的都浮现出来了。二菜吃完嘛？吃饱了。我要洗盘盘了。没你们上点儿，我们一点几块都没得。普通人的生活就这么简单，平平淡淡，简简单单。我们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个地方，明天儿再见，拜拜。吃完。这应该是好吃的，收了收的吃。